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早早的，我们几个师傅又来到舅舅家帮忙舅舅他们改造房子了。瓦片已经全部盖好了。上一期的视频啊，我们是给整栋屋子的后屋檐砖墙做了粉刷。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内部的装修了。木匠师傅今天也过来了，还有泥工师傅今天也增加了人。我们两边的，就是说出山岭，也就是靠近以前神坎的位置，那边要砌砖上去，所以说很多工作要去做。待会儿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是之前拆木房子放下来的领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弯弯曲曲，而且上面特别的旧，颜色特别的深，常年累月烧柴火熏的。然后这个材料呢也比较小，承重力呢是不行的。现在换了琉璃瓦，全部这栋房子都换了领子。之前已经买了30多根领子还不够，现在呢舅舅和表哥他们商量，把屋内好好的装修一番，还要装木地板。所以呢，昨天我们又去城里面买了几十根这样的领子过来。这个呢都是杉木，4.5米一根的，总共是55块钱一根，4.5米的长度啊。那今天呢，师傅就在上面处理这个边边角角的位置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7字形的厢房呢，这是一个猪圈加上一个杂物间，以前他们家建好的，换好了琉璃瓦。正屋呢盖的是小青瓦，现在正屋重新盖了琉璃瓦之后，和这个猪圈的位置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，所以呢，在那面墙的位置是重新砌了砖，刚好剩下一个三角形的角落。现在师傅呢是踩上去做粉刷的工作。师傅呢比较轻，110多斤，直接是踩在瓦片之上做工，也没什么问题的。这个琉璃瓦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。粉刷这个砖墙呢，主要是对于这个水泥砖呢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，要不然常年累月时间久，裸露在外面特别容易的风化。这个大姐啊，我们也听不懂她的意思，每天笑嘻嘻的。她是一个哑巴，是不会说话的，也是邻居，每天呢都过来看我们做工。其实这边的房子啊，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。可以看到舅舅家的这栋房子背后呢，就是一条进村的道路，大概也就宽4-5米左右。一般的拉货的车子可以开得进来。我们拉沙拉水泥都是直接放在房屋的背后。这里呢稍微宽一点点，平时堆放一些材料。然后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基本上按着以前的木房子尺寸来改造，没有扩宽多少，所以呢也不占用其他的地方。我们这边属于湘西的苗族，生活习惯呢和汉族区别还是挺大的。每年的冬至啊，我们都会杀猪过年，打年八。然后苗家人的生活呢也是挺淳朴的，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姓或者2个姓一个寨子。像这个寨子呢姓吴，口天吴。我们上面的那个寨子呢姓石。这户呢是我舅舅家的房子。可以看到昨天粉刷好的这个外墙呢，看起来还是挺平整的，比之前木房看起来整洁干净了许多。然后舅舅家房子的旁边是有一条包贸高速，通往重庆的。这边到重庆的地界呢也就20多公里，所以每年这条高速公路从这边进藏走重庆、四川比较多，大部分往广东过来的也很多，广东、江西啊都往这边走。今天这块位置呢也要重新砌一下砖墙。之前这是一个厨房，已经把砖墙都敲掉了，这里呢剩下了一个大窟窿，现在给它补起来。然后这边的位置呢也是砌了一面砖墙，已经搭建好了脚手架。这个砖墙呢要一直砌，一直延伸到这个屋顶的下方。舅舅家门前的视野还是特别好的，群山环抱，然后3个小孩也都特别有能力。
基本上都外出。然后我最小的那个表哥呢是到市里面上班，有单位的。2个大表哥呢都在外地赚大钱的。这栋老房子呢舍不得给它拆掉，以前从小在这边长大，有感情了。现在师傅呢是搭建好了脚手架，从这边砌砖上去。今天也是2个师傅来做这个工作。这边又买了很多木板，还有木方，也是房子内部的装修所需要用到的。这边还有大一点的这个方子，都是从城里面买过来的。整栋房子的装修需要很多材料。这个模板到今天还不能拆，才是第8还是第9天。我们准备14到15天左右再拆这个模板。基本上我们每天在这边干活，都会有很多邻居过来看我们改造房子，很多人也提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意见。他们都说这栋房子现在改造成这个样子，基本上等于重建了，何不如当时直接给它推到重建呢？看整个屋子里面只剩下了几个排扇，那边呢就是纯粹的砖墙。砖粉加上木质结构的房子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苗家的一个习俗。那边是按着道理说应该是卫生间的位置，在那面墙，所以呢那边的排扇有的是以前木房子的立柱是可以拆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堂屋，土家族和汉族一般堂屋的中间都是神龛位置，也就是逢年过节烧香烧纸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苗家呢区别就很大了，我们的神龛位置是在这一块，这里呢是一个火塘，火塘背后的这根立柱就是我们的神龛位，逢年过节都会在这里烧香烧纸祭拜祖先的。之前我们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，准备把这面墙给拆了，我的老表就说，他说哪里都可以拆，这里呢不能拆，这根立柱一定要保留。他们每年过年过节回来，都会在这里烧香烧纸祭拜祖先，这也是对于祖先的一个牵挂，一个思念，对于亲人的思念吧。所以说这栋房子呢是很有感情，从小到大呢他们都在这里长大。我们实际上这面砖墙的背后这面木墙的背后已经砌了砖墙，把这边拆掉，然后这个屋顶呢直接放在砖墙上面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宁愿多花一些材料和时间来装修，也不愿意拆掉这面这个木墙。真破那么破个房子呢？完了没到吧为是。啊，那里今天不破了。哦。他们2夫妻都是哑巴，说话我们是听不懂的。刚才我们是用苗话交流，大家不知道听得懂吗？这2口子啊就是哑巴，我舅舅应该听得懂他们的意思。昨天已经粉刷好了后屋檐的外墙，今天开始粉刷墙内。这是堂屋的位置，现在2个师傅粉刷第1遍水泥砂浆。旁边的这一间呢，昨天已经粉刷好了。这边还有很大的一面墙，也都全部需要粉刷。这边现在是第2遍的粉刷了，已经很平了。那边呢，木匠师傅还有一个师傅，2个安装上面的楼枕安装好，这边的粉刷呢马上就可以进行了。然后这边呢准备做2个房间出来的，现在量一下尺寸。这边2个师傅砌砖，基本上也砌到了排扇的第2块穿方上面。
砌好了之后，还是要做粉刷的。木房子啊，变化非常的大，基本上保留下来的只有这几个排扇了。今天开始有点变天了，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全部盖好了瓦片，下了雨我们也不担心。这是手工做的面条，现在是晒的阶段，也叫做挂面。这个领子买过来的时候，基本上水面呢已经是做了一个大概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用这个机器先做了一个水面，但是依然是不怎么平。现在呢，师傅重新给它处理一下。这个呢也是我们的邻居，他也是个哑巴，两口子都是哑巴，平时呢说不了话，但是什么都懂。我们在这边做工啊，几乎天天都过来看我们做些什么工作。大家觉得这栋房子的改造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